大家上午好，今天是6月9号。那么今天上午的第一个视频，我们先来聊一聊国际黄金和国内黄金的走势。两者是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那么整体走势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近期两者都在相对的高位出现了二次承压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尤其是在周四和周五。那么周五美国的非农数据也是出现了利空黄金的这样一个最终数据 13.9 万，大于之前的预测值13万。那么目前黄金在相对的高位是已经出现了顶分型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此次黄金回落它整体下行的一个空间是有多大。第二点是目前处于波浪形态当中的哪一个结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黄金。国际黄金整体来说的话，它是处于一个延长浪的一个特征延长浪特征。那么之前的走势，这里是出现了一个更大级别的一个调整浪，应该是一个二浪。至于是哪一个级别的二浪，对于目前我们分析后面的行情来说的话，影响不大。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二浪的低点开始，这个低点是位于1813，从这个低点开始，黄金进入到了三浪的一个主升阶段。那从目前的结构看，这波主升已经由常规的5浪形态演变为9浪形态，出现了延长浪的特征。1、2、3、4、5、6、7、8、9。那通过上述结构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处于第8波的一个调整浪整体这波蓝色段全部运行完毕之后，我们可以届时认为三浪全部走完了。那目前可以看，当前是处于三浪当中的延长浪、子浪第8波的调整，这是日线级别的一个整体大结构。那下来我们再用黄金分割测算一下此次调整浪运行完毕大致的回撤空间。可以看到上次的第一次3波调整这应该是一个 A 浪，是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在此处上下出现探底回升，展开了一个 B 浪的一个反弹。那么目前来看， B 浪反弹的幅度和它的时间跨度都是满足一个基本要求的，那么就有可能此处的 B 浪反弹已经结束，市场再次回归到了这个 C 浪的一个下跌形态当中。如果这里是 C 浪的话，那么首先还是会看到上一次回撤的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 0.382。 当然它的下跌走势也不是说很快会完成，整体走势内部也会按照 A 浪的一个结构，有可能向下发展出一个5波，走出一个335的一个变异平台性整理，或者说是走一个全3结构的双重3浪结构。以上两种可能性目前来看是一半一半都有可能，但是整体的方向往下是没有这种差别的，无非是在这个 C 浪内部最后是3波完成还是5波完成的问题。那因此近期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整体走势还是偏空的一个看待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涉及的品种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期货、数字货币以及金油。那通过波浪结构的形态分析，那我们已经得出结论，目前处于3浪延长阶段当中的子浪第8波调整，继续细分位于其中的这个 C 浪下跌的一个初期。那好，下来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国内黄金价格的一个走势。那国内黄金价格相对来说的话，走势比国际黄金它的拐离率要更高一些。那是因为前期有一个阶段人民币对美元它一直处于一个贬值的一个态势所以造成了国内黄金基本上不调整整体就是很快速的往上运行。那我们继续通过黄金分割的划分看一下这一次向下调整它的一个走势。可以看到上次的第1波调整它也是出现了一个回撤382的这样一个动作，之后也有一个 B 浪反弹。那其实两者目前来看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同步。那目前来看，我们就是要考虑这一次国内黄金价格它的一个回撤幅度。那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就可以看到
后期向下的空间依然也是382的位置，大概是位于743人民币这样一个价格。那距离现在的点位来说的话，大致有30块钱的一个下跌空间啊，这是最近的一个日线支撑。这是第一种划分方法，743，稍微把目前的整体结构要拉得再长一些。同样，我们也会标注出目前的这个点位，大致是位于725。那也就是说，通过日线的划分，黄金分割划分，我们知道了下方的支撑位分别位于743人民币或者是725人民币。那么近期黄金价格出现回落，也是在意料之内，主要原因是向下调整的这个形态它没有完成。当前可以看到，也是完成了一个 A 浪，之后又走出了一个反弹的 B 浪，这一点和国际黄金的价格走势非常的类似。同样，它的形态也可以参考国际黄金的一个下跌形态，目前处于 C 浪，我们依然是看国际和国内两个金价向下发展出3波还是5波一个形态，到底是平台型整理还是双重3浪的一个结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回国际黄金。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目前整体处于下跌 C 浪的一个初期，那具体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一次在下跌途中有哪些我们可以参与的机会。其实现在对于之前做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较为简单，你就是在任意位置去离场任意位置去离场。当然如果你追高的话，那也只能在这个盘中它如果出现反弹少亏一些先离场，因为整体的下跌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从国际黄金的价格看，大致是有$150这样一个幅度$150的幅度，所以没有必要去硬扛。那这里我们还是要通过黄金分割找到4小时级别的一些支撑，找到这些支撑的原因是可能会在这些4小时级别的支撑上它出现反弹。如果是你是一个日内短线的操作者的话，那这些反弹它如果力度足够大的话，你也是可以参与的。目前看到距离最近的支撑分别是3295和32623295、3262，更深的位置那就可能比较远，是在3187。所以说目前在周初来看的话，它如果不是一下跌力度非常强的话，那可能会在第一个支撑带3295到3262这个区域出现一次反弹反弹之后呢，可能会迎来波段的做空的新的机会。那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它目前最近的压力在哪里。如果以今天早上的低点为最低点，这是我们一种预期那么可以看到向上反弹的压力它是位于3323到3328，此处就是目前我们距离最近的一个压力位。这里如果成为压力，那么整体向下发展的走势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跌初期的引导楔形。等这个引导楔形完成之后，市场会再次迎来一个类似于3波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之后才是再次大跌的一个开始。从短期来看，我们先要等3323到3328这个区域看它向下能否发展出下跌5波结构，也就是引导楔形的一个雏形。等这个走势完成，我们再考虑是否去参与这次的一个反弹走势这是本周我们对于目前黄金整体走势的一个看法。那么从目前整体的一个形态，刚才我也说到了，下跌的走势空间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前期你做多的参与者建议是在目前的位置或者之上的位置去考虑减仓或者是落袋为安。如果真的要参与黄金多头的波段，那也是等这一次的调整结束之后，我们才会出现新的一次机会。今天上午关于黄金、国际黄金、国内黄金的整体走势分析到此结束，那我们下一期再见。